妹妹故意将滚烫的茶水泼在自己手上，只因她知晓这是世子为姐姐准备的，而她假装被烫伤的模样，世子也不好怪罪。随即，妹妹故意穿上那件衣服，来到姐姐处显摆，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她自己才是世子心尖上的人。雪莹虽然并不喜欢世子，但却也不能容忍他踩在自己头上。冷月姑娘在这府中尚未有名分，这一声声姐姐叫的倒是顺口，也不怕旁人听了会笑话。冷月立马搬出世子，说这款衣裳是世子为自己精心准备的，他就算再不喜欢，也不能如此不把世子放在眼里。雪莹不动声色地剪掉牡丹旁边的芍药，暗示他就算在东施效颦，也只是个陪衬。冷月还没来得及反驳，世子就带着礼物前来看望雪莹，另外给她准备了一套衣裳首饰。世子是来看牡丹和芍药谁开得更好吗？什么哑谜？我因那日在五方弄脏了你的衣裳，特来赔罪。赔罪？我还以为世子是来看我衣裙的样式，好给心爱的姑娘做衣裳。世子发觉冷月身上穿的正是昨天自己让他扔掉的那件衣服，顿时就拆穿了他的小把戏。此刻冷月像个十足的小丑，蹩脚地解释着，可世子却嫌弃地打断了他。由此雪莹也明白了这是他的一厢情愿，便故意让丫鬟去找一些自己不要的旧衣裳送他。冷月终于无地自容地离开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冷月为了能够进府斗倒雪莹，竟故意烧掉世子送自己的宅子，随即灰头土脸地跪在王府门口，惹得百姓纷纷驻足看热闹。世子心疼地上前将冷月搀扶起来，刚想将人迎进屋，祖母却出来阻止了他。冷月立马以退为进，准备离开。围观的百姓开始替他鸣不平。雪莹见状，便提议让他去西郊的宅子上暂住。冷月立马示意丫鬟充当恶人。西郊那么偏远，万一徐公子又来寻仇，我家姑娘一介女子该如何反抗？等丫鬟说完，冷月再次假意离开，世子却不忍心她流落在外，而老太君不想当这个恶人，于是便将这个难题抛给了雪莹。如今府中雪莹当家，你做主吧。雪莹只能大度地让她住进王府，可世子却并没有很开心，反而来到雪莹的房间和她解释着自己和冷月不是那种关系。但此时的雪莹对世子并无男女之情，所以她压根就不在乎。世子见她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却着急了。今夜我与你睡。世子此前因为冷月姑娘时常不在府中，如今她入了府，你倒要与我睡。陆君行，你今日伤的是身子还是脑子？世子一听极其无语地表示，自己刚刚当着众人的面将外室迎进府，本就服了他的面子，如果今晚又不在他房中留宿的话，那日后他这个世子妃恐会沦为全城的笑柄。但雪莹却一点都不在乎，三言两语就把世子给气走了。无奈世子只能留宿书房，冷月赶忙上前关心，可世子却直接拒绝了他的心意，表示自己对他只有感激之情，并无男女之意。冷月刚想离开，却看到桌上世子准备送给雪莹的衣服，于是故意将茶水倒在衣服上。世子见衣服脏了，就让他拿下去扔掉，殊不知这正中冷月下怀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可他越想越气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世子。这天庶子陆良看见雪莹和世子越发恩爱后，便开始责怪雨儿，说他比不上雪莹一星半点，指出自从冷月入府，世子从未留宿过冷月的房间，足以证明雪莹手段了得。雨儿一听便想到了什么，主动找到冷月示好，表示自己可以帮他获得名分，斗倒雪莹。随后冷月让他故意众人面前装出有孕吐反应，紧接着将一枚能导致下体流血的药让他服下，从而制造出滑胎之象，嫁祸给雪莹。这天雪莹在路过花园时，一眼就看出妹妹的香囊有问题，为了确认，她故意将手帕丢在地上，随即假装捡手帕凑近闻了闻，才发觉香囊中竟含有活血的益母草。可妹妹刚刚怀孕，这是大忌之物，她赶忙想帮她号脉，可却被雨儿制止。雪莹立马猜到她压根没有怀孕，而在此之前，雨儿还特意让人叫了陆良和老太君。等众人朝这边走来时，雨儿在突然抓住雪莹的手，假装被她推倒在地，很快地上就流出了大量鲜血。再由她买通的郎中当众宣布自己流产，届时所有人便都会认定是雪莹做的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世子为了帮雪莹洗刷冤屈，竟从宫里为她请来了太医，当众给她把脉。怎料太医的话却让众人震惊不已。你们说她刚刚滑胎流产了，可她腹中胎儿尚在啊！真的？什么？胎儿？我的？老太君当即赏了雨儿无数珍宝替她压惊，可就在雨儿得意洋洋时，雪莹却过来提醒她：你既怀有身孕，断不会故意摔倒来陷害我。是谁利用你来对付我？想必你心中有数。雨儿本以为他是在挑拨离间，并不理会，怎料雪莹却直接告诉他，治他落红的药是大寒之物，如果不是他的孩子命大，或许真的会小产。雨儿本来还不想供出冷月，直到雪莹将他买通的郎中绑了过来，他才知晓郎中第一次为他诊脉就查出了他已有身孕，可却受冷月威胁，并没有告诉他。你想借我的手斗倒江雪莹，我也因那落红之药伤了身子，你这一石二鸟之计真够狠毒的。冷月得知自己的计划又一次被雪莹拆穿，他气不过，准备放火烧了王府，却被世子及时赶到制止。
见状，世子当面拆穿了他所有的谎言，从他自己纵火烧掉宅子到他给自己下迷香，再就是一直冒充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一桩桩一件件都早已让他们的情谊消耗殆尽。可就在冷月将那枚玉佩还给世子时，雪莹却惊讶地发现，那是儿时世子送给自己的。原来世子要找的人一直都是自己，只是将他错认成了冷月。随后世子便命人将冷月赶出府去，冷月因此更加气愤雪莹。于是隔天他假扮成雪莹的样子，将一名舞女送进恩客的房间，最终导致舞女不堪受辱跳楼身亡。等雪莹得到消息赶往舞房时，众人纷纷指责她是杀人凶手，可雪莹却是一头雾水。明明她晚上一直和世子在一起，并没有来过舞房，但很显然没有人相信她的说辞。很快闯进来一群官兵要将她带走，世子本想制止，由此却让众人更加气愤，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就罔顾律法。无奈雪莹只能和他们走，让世子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清白。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一个神秘的女人来到无人处，撕开了世子妃的面具离开。毫不知情的世子先是来到两人做花灯的店老板处，让他证明世子妃昨晚一直和自己在一起。可是官差却以人证不足为由拒绝了释放雪莹。就在世子焦急不已时，有人却对雪莹动手了。好在雪莹机灵，扯下头上的发簪刺向了那人的手臂，才得以逃脱。很快世子赶到制服了黑衣人，竟发现他是官府之人，但是人就有软肋。世子抓了那人病重的孩子，威胁他说出实情，并向他保证自己可以请太医治好他的儿子。到底是谁？她穿着斗篷，蒙着黑纱，我没看清她的样子，只知道她是个女人。女人？还有什么特征？你再仔细想想。身上如果香气，手腕上戴着一串铃铛手链。世子一听到铃铛手链就猜到是冷月，为了将他引出，故意散播出雪莹在狱中畏罪自杀的消息。为了逼真，更是在府里挂上晚帐。果然到了晚上，冷月就迫不及待地溜进来看他的笑话，哪料却突然狂风大起，下一秒死去的主母就站在门口。冷月吓得回头，却发现身后还站着一个雪莹，两个雪莹直接将他吓瘫在地上。雪莹趁机逼问他的罪证，冷月还以为真是雪莹的鬼魂前来索命，霸气地将罪证全盘托出。本以为自己还是赢了，哪料下一秒雪莹就恢复了正常。进来吧。冷月，你方才亲口承认罪行，在场之人听得真真切切。冷月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，其中一个雪莹是他丫鬟春梅假扮的。眼看自己已经无路可退，冷月掏出匕首就朝雪莹刺去。世子见状便拿起弓箭一箭射穿了冷月的胸膛。这下冷月终于下线了，而雪莹也告诉世子自己就是他儿时的救命恩人。世子也趁机向他表明心意，花灯亮起之时，我便护你一世。由此两人终于修成正果。早上世子率先醒来，担心阳光刺着雪莹的眼睛，贴心地为她挡住。突然想起更重要的事，连忙起床找出两人先前写下的和离书，当着雪莹的面将她撕得粉碎，并向她承诺自己再也不装纨绔，会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陆良夫妇得知雪莹没有死，都是心烦不已。陆良开始嫌弃雨儿斗不过雪莹，此刻的雨儿还在幻想着陆良中举自己受封诰命夫人，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求他好好读书。但陆良压根不是读书的料，又打着疏通关系的名义向雨儿索要银钱。雨儿为了不让他再霍霍自己的嫁妆，便决定将他读书之事放在明面上来提，让全家为他出钱出力，特意请来了道士来家里做法，美名其曰为雪莹去晦气。老太君见两妯娌和气欢喜不已，哪料下一秒道长就顺势提出家里有文曲星萦绕，而陆二公子之妻又命中旺夫定能一举高中。雪莹忍不住好笑，于是特意为他的好戏添了一把火。